在西丰镇马家口的摩托车修理铺，我发现了他。老板说他是旁边的电动充电的时候着了火，给他也燎着了。这是一台铃木车，块头很大。我扒拉它的仪表，可以看到最快的时速干到了280。老板说这车他是4000块钱收的，修好了闭眼都能卖1万好几千。现在他也不修了，让我再加1200，就这一堆一块，我把它带了回来。这车应该是从后面开始起的火，左边烧得比较严重，上面的坐垫也没得好，这块应该是重要的 ECU 还有电瓶也都完蛋了。万幸的是，它这个油箱熏得黢老黑，但是没有爆炸。扒开它的护板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的灭火器粉。凭我感觉，这个发动机里面应该没啥大事儿，咱俩大概率捡到漏了。如果这车的发动机是完好的，就算其他零件都完蛋了，咱俩还可以给它单拆下来卖给董老大，我觉得也不会亏。这个电瓶也不知道是啥牌的，烧成了这样，好像也没有爆炸的迹象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ECU， 现在也是完犊子了。你来看它这个轮胎还没有烧靠，也不知道它这个轮毂还能不能继续用啊。我应该找到了这个油箱没有爆炸的原因，大概率就是这个油箱底下的隔热垫的功劳。可以看到这块的电线有大量烧焦的痕迹，但是在油箱肚子的下面就变成了熏黑碳化的情况。我直接嘎掉了那些烧焦的电线，顺着它继续往前捋。前面的空气滤芯还有节气门都是大量熏黑的情况，用手搓了半天也只是掉了些浮灰，看来后续得用干冰处理它。我拆掉了这车两边的护板，露出了发动机，可以确认发动机没有被拆修过，还是原装的。但是全车大部分的电线都烧成了纯铜线，处处可见烧焦碳化的气管、报废的后轮胎以及全套烧毁的后刹车系统。我觉得就单修这些东西，怎么的也要个3-4千块钱吧。而且这嘎还冒着一个快被烧成炭渣的刹车脚踏。看来咱俩得先想个办法，让这个发动机先动起来才行。我先临时给它外接一块电瓶，把线直接怼上启动机。现在这个发动机还能嘟嘟转，看来我得想个办法去给它配个行车电脑回来。但是你来看，咱俩拆这台破车掉了一地的渣渣，还有灭火器的粉，看来咱俩得清理一下卫生再出发。这就是我的搭档，他超级简单实用，而且吸力特别猛。车上掉下来这些尘土，就这样一推一拉，干干净净。绿光一照，哪里漏吸了，一目了然。车库边边角角的旮旯，顺手吸一吸，方便的很。用完放回去，按个钮，垃圾就自动打包了。这么大一个尘袋，我估计你家用都得用2-3个月。还得是我的改车宝典，只是出动了6张，我就得到了一个这个玩意儿。可惜的是，我没能买到它的连接插头，但是我也是足够狗，我直接用电线连上它的针脚，等确认这个车没有问题，我再想办法解决它插头的事儿。电线的另一头就可以给它接到车上了。接头的地方我用的是热锁管，大概我就接了这么些的线，这里面还不包括我短接还有省略的线。我找到了关于这车详细的维修手册，所以我敢肯定那么多线我一定没有接错。当我以为马上就可以拧开钥匙启动的时候，他又跟我俩扯上毛篓子了。完了个嘚儿，这个钥匙也不是这台车上的呀。这个事儿应该赖你，买车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看一下钥匙呢？现在也只能用我的办法给它割漏开，也请记住一会儿我呲的大牙的表情。以后你车钥匙要是丢了的话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救你。我操！
这两个线直接应该给它串个电阻就好了，结果我直接给它拧到一起。虚惊一场，这玩意儿起火是真快呀！我没有再跟他去浪费时间，直接掐断那几根线给他掠过去。拧开钥匙，仪表亮了，这事儿算了，下面的线也没有冒烟了。他现在这个电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咱俩去捋一下它的油路。这个就是它的油箱，我直接拽出它的油泵，可以看到上面的锈蚀非常的严重，还好它下面是塑料的，让它少了些生锈的资本。为了测试这个油泵是好是坏，我直接用电线戳上它的接线头，果真如我所想，它竟然没有反应。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汽油泵搁置久了，卡死了。随便找个东西给它敲一敲，差不多就该好了。确定了这个汽油泵没有问题，我赶紧的给它装了回去，因为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向你证明我捡了个大漏。现在油也下了，电也通了，可以尝试启动了，祝我好运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咱俩这玩意儿买值了吧？现在咱俩就要处理一下这个油箱，因为现在可以确认这个发动机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咱俩可以来处理其他的附件了。就先从这个油箱开始，我直接给它糊上脱漆剂，让它搁这儿沤一会儿。这个油箱它好像还是原漆，因为它比上次那台05750的油箱容易很多。除去油箱表面糟糕的油漆，就露出它本来的铁皮，看起来还是挺板正的。接下来还是老的套路，先喷涂一遍环氧底漆，用来防锈，然后薄薄的给它刮点原子灰，填一下这两疙瘩的小坑，再然后就可以给它喷涂一遍中涂底漆，让它统一一下色调，再然后就可以给它喷涂淋浴原厂的蓝色的面漆，因为它油箱两侧深灰和浅灰的拉花，所以我给它进行了2次的喷涂，撕下了隔离胶带，也贴上了精仿1:1的油箱贴，这个油箱就待价了啊！再给它通体照一遍亮油，就可以给它送到烤漆房高温炙烤，让它凝固上。最后咱俩就得到了这个晶莹又剔透的油箱，真是 YYDS 3斤大辣椒。接下来我拆掉它这个烧焦后轮，拽下前面那个烧了一半的大灯，还有这个挡泥瓦。现在这车就算是扒干净了，车头部分没有问题，毛病都集中在后车架这块儿。咱俩先去用干冰给它做个彻底的清理。我差不多一共用了超过70斤的干冰，终于把这个车架打干净了。现在请你戴好手套，咱俩要装车了。而且在装车期间，我发现了这台车很多的细节，像这种稍微粗大点的螺丝，它都是中空的。而且这车95%的零件用的都是铝合金材质的，并且我又从街市买到了关于这车烧毁的所有的外壳，当然价格也是超级的肉疼。
它这个外壳这嘎竟然写了一个15万岁，这一切的肉疼好像又挺值。安上了这个坐垫，现在这台23年前号称陆地飞行器的灵隼就全部的修复完毕。它和当年出厂的海豹是一个样子，只不过现在它多了很多的故事。走，咱俩现在去实测。23年前的陆地飞行器真的不是盖的，1300cc 的排量，好像你只要拧油门，它就准备起飞了。当然，你需要有一个螺纹钢的8字才行。最后，还是要谢谢你来帮忙修这台车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发财。